Hello，大家好，我是植村的丁丁，欢迎回到植物的世界。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谈谈盆器。那我的频道呢，主要是讲有关室内植物。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相关的兴趣的话呢，麻烦按赞、订阅、加分享，或者是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未来的通知哦。那就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那每一个盆器都有它的优缺点。那在讲它的优缺点之前呢，你要先去了解你浇水模式是怎么样。你的浇水的频率是怎么样？是很常浇水的吗？你是看到它经过植物就想要浇水的人，还是你是很少浇水的？这个对之后对讲盆器这个优缺点呢，也会有一个参考的方向。那第一个呢，我想讲的是水泥盆跟树梢陶盆，这个比较适合多肉植物或者是需要中等水分的植物，例如说蔓绿绒类或者是黄金葛，还有青点藤、橡胶树等等。那这类植物呢，它们的叶片比较厚一点，那需要的水分也不知道太多，也不知道太少。它们的水分需求呢，因为树梢草盆跟水泥盆，它们水分蒸发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就比较适合这一类植物。那这边可以看到，这边有龙骨，这一个是龙骨。那我是用树梢草盆去种，那它里面也是用多肉用土。那也是长得非常好。刚买来的时候大概长这么大吧，那长了1年之后，它就整个长得无敌超级高。那它会这样子歪歪的呢，是因为我没有去帮它转向，所以大家要记得要帮植物转向，不然它会一直长得歪歪的，应该看得出来。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多肉植物，这位朋友是珊瑚大戟，我也是用树梢陶盆去种。那这一盆我就是用一般的培养土应该说就是有混一些珍珠石啦，但也不知道非常的全部都是石头这样子。那它也是长得还蛮好的，前阵子还有开花，所以树梢陶盆还蛮适合多肉植物的。那另外还有我这个之前繁殖然后长新的叶子的这一盆，这个是黄金葛还有穿孔龟背玉，还有新点藤。那这一盆呢，也是种了蛮久了。你看我的这个盆器都已经外面有一层比较白白，然后或者是深黑色的。这个白白的呢是钙质。如果水分，因为水里面钙太多的话，那其实树梢陶盆它是会吸钙的，然后它会吸钙，它会吸收这个钙，然后会在它的盆器外面显示出来。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有一种怀旧的感觉，比较自然的感觉。那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感觉的话呢，就不要选树梢陶盆，因为它用久了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那另外一个很简单，可以知道植物有没有缺水。树梢草盆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把它拎起来，如果说是很轻的话呢，就代表可以浇水了。如果浇水之后，它是会变比较重的。那如果没有水分的话呢，它就真的是蛮轻的。所以这个非常适合，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浇水的朋友，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盆器，可以让你知道它是不是需要水了。那只不过如果你不是很喜欢浇水的人呢，那树梢陶盆就不要选，因为它真的需要浇水的频率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树梢陶盆是目前大概是这样子。那另外水泥盆呢，也适合多肉植物。那我这边是用多肉用土，那只不过水泥盆它的重量会比树梢陶盆再更重。就算你没有浇水的情况下，它还是比较重一点。那现在也蛮多工业风的，小店啊，或者是工业风的装潢都会使用水泥盆。水泥盆在这里面也是蛮好看的。对，那主要是看水泥盆，它其实用久了，我觉得也是有一点这种钙质的感觉，但是它不会像树梢陶盆这么的明显，因为可能颜色吧。塑料陶盆的颜色就真的是非常明显，那个盖子的颜色。那水泥盆的就比较还好一点，可以看到就真的比较还好，就顶多颜色深一点点。因为这个我也是用了非常久。那这一个是小的仙人掌，一个朋友送我的。那时候他说他没办法，不知道怎么样照顾，所以就有送我说看怎么样可以让它活得比较好一点。那时候来的时候。
是情况是没有到非常好，但是后来它就长出了上面这一颗小小颗的小宝宝，就还蛮可爱的。把这种小仙人掌种在这种小盆器里面也是蛮可爱的。它这样子长出这小宝宝大概也长了1年吧，对啊，还蛮可爱的。那速度就是非常的慢。然后另外这位朋友是球兰，它算是一种垂钓植物，然后也是一种多肉植物。那我是把它种在这种水泥盆，一个小小的水泥盆。我已经种了1年多了吧，这个球兰，它的生长速度真的非常的慢，所以如果你是想要那种长很快的植物的话，球兰就先不要选，但它也非常的好照顾，只要光线充足，其实它也都会长得蛮好的，但是你只会觉得说，怎么都放在那边，然后它都没有在动，就是它完全没有在长新的叶子，然后它也比较难开花一点，但它一开花就真的是超级漂亮。它会有很多小小的花，但是它会变成一球，就是小小的花，然后变成一球，超级无敌漂亮。对，然后这个是球兰，那球兰如果你去花市买回来，如果是塑胶盆的话，就先不要帮它换盆，可能放个3个月再帮它换，因为它的根系不见得已经长好了。就像我刚刚说，它的生长速度真的是非常的慢，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如果你贸然帮它换盆，有可能会死。所以球兰就适合根系长好之后再换盆。对，然后这边是巴黎美人，巴黎美人出热草。我有的出的草其实没有到很多，但巴黎美人这个是非常基本款，然后也非常常见，但是又长得非常漂亮的一款。这是巴黎美人出的草，它的叶片呢有这种深绿跟中间是浅绿的，我觉得有点像是泼墨的感觉，或是一种中间有一道河流的感觉，只不过它是浅绿色的。巴黎美人出的草真的是超级无敌漂亮，那我也是用水泥盆种，那也是种了还蛮久的。然后我里面其实那时候因为刚种这一盆的时候不太知道配土，所以我那时候是直接用培养土种。那目前也都长得还不错。它是在一个面东南的阳台，那它也是活得还蛮好的。然后它的叶子呢有这一种光滑的表面吗？摸起来非常的好摸。然后看它现在也要抽新的叶子了，又有新的叶子要出来了。春夏真的是超开心，会有一堆新的叶子。是最近超级超级热门的。这个是大麦克曼绿绒，我才买没有多久吧，好像1、2个月。然后这边是它的新叶子，这是大麦克曼绿绒的新叶子，超级超级可爱。新的叶子反而比较圆一点，然后刚买来的比较爱心形状一点，超级可爱。然后我这个也是用水泥盆种。那第二个是陶瓷盆器，或者是玻璃，或者是金属盆器。那这些它们原本就比较重一点，而且它们是不会吸水的，所以它的水分会一直保留在盆器里面。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湿润，相对的非常非常的湿润，排水透气都比较差一点。那这一种的盆器就比较适合蕨类啊，或者是网纹草这一种叶子很细、比较没有什么厚度的植物。那它的坏处主要就是不排水，没有像树梢陶盆那一种会把水分很快排掉的。所以如果你的环境是不通风的环境的话，那我会觉得陶瓷的盆器是比较不适合啊，比较适合这种树梢陶盆。有上釉的陶瓷盆呢，也适合当做套盆去使用的，因为它在室内真的是还蛮漂亮的。那这个是我的斑叶新叶蔓绿绒，那我这个是用套盆的方式，因为其实也看不出来，它其实里面是一个原本的塑胶盆，然后我只是把它套在这个陶瓷盆上面而已。斑新叶蔓绿绒也非常漂亮，之前有提到，就是非常适合在家里种的室内植物，长得很快之外，然后也很容易就长得很漂亮，就是它的叶子的叶脉的颜色
是绿色，然后它的叶子的斑纹呢是每一页都是不一样的，那基本上就是有种油画的感觉。那这个也蛮推荐大家去种的。然后另外这种上釉的金属盆器呢，我之前有用一个多肉用土然后去种罗摩，啊，真的它的水分就是真的是掉的比较慢。那罗摩是一种多肉植物，它也是非常好种，然后开花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臭。我是还没有到那个有开花的时候啦。那如果说之后开花了再跟大家分享。啊，那时候是用这个很漂亮的陶瓷的盆器，超级可爱，小小的。那这一类的盆器呢，就真的是比较适合蕨类，兔角蕨、圣蕨、波士顿圣蕨那一类的，他们都蛮喜欢水分的，甚至不喜欢水分干掉的那一种。玻璃的来说呢，像有一些人会做一些什么生态缸啊，然后里面可能都是一些蕨类或者是藻类，或者是食虫植物，那个就蛮适合玻璃的，因为它们可以把水分全部都保持在里面，那个就蛮适合的。那另外一个呢是塑胶盆，那塑胶盆呢就偏比较中性一点，塑胶盆呢非常的轻，然后你去花市买回来几乎都是塑胶盆，我反而比较建议新手去使用塑胶盆或者是使用塑胶陶盆，因为这两个盆器呢其实都比较偏中等，比较不会出什么问题。塑胶盆呢它拿起来也非常的轻，也不太会有其他的大问题，顶多就是它的透气性会比塑烧陶盆还要再轻一点。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我的这个鱼骨鳗鱼龙，它是用塑胶盆，买来之后就这样。一方面是我不想要它很快的土干掉，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还没有认为它的根系长好了，所以我就没有帮它换盆。那现在就直接套在这种塑胶陶盆里面。第四种其实是塑胶盆，但它是控根盆。这个是控根盆，它的优点就是它的盆子上面呢有很多的孔洞，可以看到这一排，我现在指的这边它其实全部都是洞，然后这边也是全部都是孔洞。它对透气性非常的好之外呢，它下面的洞也都超级无敌多个，有点难看到，下面洞也都超级无敌多，所以非常适合你要来繁殖植物啊，或者是你对盆器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它的透气性非常好，然后也可以看到根的发展的状况。那现在这一个呢是我的花叶蔓玉龙，买过来也没有到非常久。那现在最新的叶子是这一片，发现它还蛮会耗叶的，就是如果有新的叶子，然后旧的叶子就有可能就会直接老化这样子。那现在就是有把这个花叶蔓玉龙上柱，那就期待之后看未来上柱之后的样子，希望它越开越大。那这个因为现在我的上柱的植物都比较多一点，然后都希望全部都把它上柱，所以我会看一下这个控根盆，也可以看一下植物会不会有烂根的情况，这个就可以去观察根的那个情况，可以更容易的去对植物进行相关的处置。那这边是花叶蔓绿绒，超级美，看它的叶片，它叶片就是有这一种很漂亮的花纹，有一种荧光的感觉，摸起来是有丝绒的质感，非常的漂亮，推荐给大家。然后那个水苔棒是我自己做的，如果说大家对做水苔棒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说，我可能再出一个影片讲解怎么样自己做水苔棒。那第五个呢是椰仙的花盆，现在有一些椰仙的花盆，它就是完全是用天然的椰仙粗的椰仙去把它制成的。那这个在透气性方面呢非常好，我有把它拿来种我的飘带火鹤，那它从小苗开始就长得非常好，我觉得它还蛮喜欢那一个花盆的。它透气性非常好，然后也非常适合挂在空间里，因为比较有一种自然的氛围吧。因为它的颜色也是咖啡色的，这种椰仙的，就是透气性非常好，那你的浇水的频率也是要变得更高。
那这个在其他的盆器这些几乎都是可以说比较不是天然的材料去做出来的。所以椰鲜花盆呢也非常推荐给大家，因为它其实也是非常的漂亮。还有一种植物是不需要盆器的，那就是空气凤梨。这空气凤梨我养很久了，这个是霸王空气凤梨，它从大概这么大吧，大概这么大，它的大概1/2大小，然后养到这么大。那其实非常简单，就只要拿一个铁丝，然后把它绑在空气凤梨上，然后挂在你想要挂的地方，那它就会长得越来越大。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放空气凤梨的方法，有些人会把它绑在树皮上或者是木头上，它都长得还蛮好看的啊，就是在那个搭配下都蛮好看的。那空气凤梨呢是不需要盆器的植物，在照顾上面呢，你可以帮它喷水，它的叶面呢会去吸收水分，所以空气凤梨呢在照顾上呢是比较需要水跟阳光的，它的阳光也是需要比较多。那空气凤梨呢，就是每天要帮它喷水，它的空气湿度要求会比较高。那如果说没有足够的空气湿度，或者是它的叶片没有每一个都吸到水分的话，它可能就会焦叶。像我最下面这边有一些焦叶，大家可以看。这边呢，因为我浇水的时候都是从上面直接用水管喷它，所以下面的话有时候就是没有吸收到那些水分，所以它就整个干掉了。那另外，空气凤梨很重要，就是你浇水完之后，它中间需要把水沥干，因为它中心这边不能有积水，不然的话，它有积水会很容易就烂掉。做起来应该要是硬的，不能是软软的。如果是软软的话，代表它已经快要死了，所以在这方面要更小心一点。所以基于以上呢，如果说你是爱浇水的人的话呢，我就会建议你使用塑胶陶盆或者是水泥盆。那如果你是想要看根系的发展状况的话呢，就会建议你用控根盆。那如果新手的话呢，我会建议用塑胶陶盆或者是塑胶盆，这两种盆呢对新手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塑胶陶盆可以排水啊，然后塑胶盆虽然说透气性没有这么好，但是它在耐用度上或者是保水性上都还不错，然后重量也蛮轻的。这个对新手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容易的选择。反而是陶瓷的盆器呢，它用起来会比较笨重一点，因为它的湿度全部会保持在盆子里面，会让盆子比较容易积水烂根。所以在新手方面的话，比较建议使用塑胶陶盆跟塑胶盆。那如果你是想要控根的话呢，也想要透气性更好，我会觉得用塑胶的控根盆，或者是他们叫做青山盆这一种盆器去搭配做使用。另外呢，想要再和大家提的就是，因为植物它有生长方式的不同，像是有一些植物会在地面上爬行，这个主要是蔓绿绒的地生蔓这一种植物，它是会往前爬行的。那我会比较建议你去使用长条的盆子，而不是使用圆形的盆子，这样会比较符合它的生长的习性。像是我这边有几段蔓绿绒，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影片，就是我有帮几段蔓绿绒换盆。那它现在的话，我是用长条盆，它就真的有很认真的在爬这个盆子。大家可以看这边还有一个新的小苗，新的叶子要出来了，可以看到它就是真的是往前爬。虽然说这个方向好像有点歪掉了，但是它还是就是往前爬。所以可以根据植物它需要的生长的模式呢，去换它的盆子。那这个是锦缎蔓绿绒，现在非常热门，超级无敌漂亮。它的叶子就是有这种丝绒的质感，摸起来是丝绒质感，然后它的叶脉白色的，非常非常的明显，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它有分圆柄的跟扁柄的。
那我这一个是圆饼的，圆饼的就是可以看它后面这边是圆的，圆柱形的。如果是扁饼的话呢，它就会是扁的，它会是一根像怎么讲，就是扁的，扁饼的就是它这边会是扁的，对，不会是这种圆柱形。然后有新的叶子了，超级兴奋。然后还有现在就是因为最近阳光有点太大，所以还有点小晒伤。因为我这边是放阳台啊，所以它会有一点，有时候会有直射到叶片。那大家就是记得，如果说要养锦缎的话呢，可能要让它适应一下直晒。如果要直晒的话，不然就是尽量放在明亮的散射光就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有关盆器的搭配。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希望大家对盆器的搭配有更多的了解。那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让 YouTube 知道说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